辉宝闲来无聊，玩起了妈妈的青团。或许是青团上面散发出的竹子味道，让辉宝比较好奇，心想这竹子怎么会跑？等辉宝追上去后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妈妈的青团。大熊猫近视的传说，本来在福宝那里已经被纠正过来了，这一下又被辉宝打回了原形。姐妹俩今天对室外园区产生了兴趣，想着妈妈每天都是从这个门里消失，然后又突然出现的。姐妹俩想着这个门里面一定是一个世外桃源、雄间仙境，所以妈妈才偷偷去，故意抛下我姐妹俩。看姐妹俩这状态，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偷偷跟在妈妈后面一起去室外了。这时江爷爷来到了园区，走到姐妹俩身边。到了江爷爷的营业时间了，江爷爷先是给辉宝抱起，辉宝在爷爷怀里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跟爷爷出门遛弯的小孩一样。江爷爷给辉宝放下后，又转头去抱瑞宝。还没等江爷爷抱起瑞宝，辉宝又屁颠屁颠的追了回来。江爷爷这次索性给瑞宝放远一点，然后又重新跑回去抱辉宝。姐妹俩现在已经80多斤了，爷爷们一天抱10几次姐妹俩，回家无氧锻炼都不用做了。给辉宝放下后，爷爷发现瑞宝又跑去了独木桥上。江爷爷此时已经累得喘粗气了。江爷爷假扮大灰狼，表示瑞宝在乱跑，大灰狼就会把瑞宝带走。江爷爷反复跑了4、5趟，终于给姐妹俩放在了一起。江爷爷学着宋爷爷的方式给瑞宝挂在了树上，这样瑞宝就老实了，而瑞宝则趁机直接爬到了树顶。江爷爷的行为全被辉宝看在了眼里，辉宝对着爷爷的皮靴就咬了一大口，这一口充满了醋味。江爷爷将园区卫生收拾好后，便到了姐妹俩吃饭时间。此时瑞宝还在睡梦中，辉宝被爷爷抱上床后也是一脸蒙圈状态。不过辉宝很快便反应了过来，自己乖乖走到奶盆前吃奶，而瑞宝也紧跟其后。爷爷给瑞宝调整好吃奶的姿势后，瑞宝便明白过来，走到奶盆前开吃。江爷爷能够一人奶2只熊，也多亏了瑞宝和辉宝听话。这样看瑞宝和辉宝还是挺让人省心的。姐妹俩吃完奶，爷爷便给姐妹俩抱起，跟姨姨们说再见后，便抱着姐妹俩下班了。福宝从树上正往下爬，福宝从树上下来后，踩在竹子上发出的声音吓了爱宝一跳。大熊猫对声音比较敏锐，一点突然发出的声音就能给其吓一跳。本来爱宝都想回去了，但越想越气，便走了回来，想教育一下福宝。福宝看到妈妈的气势，感觉自己要挨揍了，便在妈妈动手之前赶忙低头认错。爱宝看到福宝认错态度比较诚恳，便放过了福宝，转头向通道门走去。而福宝则从小亭子上下来，来到爷爷栽种的小树前跟小树玩。爱宝走到门口，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东西，想起福宝还在室外园区，爱宝不放心福宝自己在外面，便拖着福宝一起回了室内。虽然姿势不雅，但也都是为了福宝安全着想。爱宝咬着福宝的后脖领子，径直向门口拖去。福宝还试图反抗妈妈，但根本不管用。福宝这点小力气根本无法阻挡妈妈的步伐。福宝被爱宝轻而易举地拖到了通道里，给游客们笑坏了。但不知道以后对待双胞胎时，爱宝该怎么办？可能有了福宝的经验，索性自己就不管了，等奶爸们帮忙去收熊。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后，仍是不消停。爱宝躺在小木床上休息，福宝则在妈妈身边折腾来折腾去，玩累了就躺下来给自己挠挠痒。这以后2只熊猫宝宝围绕在爱宝的身边，爱宝可能觉都睡不好，画面感满满。下午爱宝醒来，发现福宝爬到了自己头顶的树上。福宝小时候的胆子小到爷爷一开门，福宝就会往树上爬。爷爷表示福宝很聪明，知道用合理的手段去保护自己。爷爷夸赞福宝做得很棒，虽然将自己当成了敌人，但福宝这样做是对的，并奖励了福宝一根小竹子。作为快要回国的福宝，现在韩国很多节目都想在此之前来看福宝最后一面。而今天在韩国有名的吃播节目，好吃的家伙们也来到了爱宝乐园看望福宝一家。在见到福宝之前，嘉宾们都在相互传递，告诉彼此一会儿见到福宝时要小一点声音，不然会吵到福宝一家的。嘉宾们很幸运遇到了福宝和乐宝正在一起营业，这是嘉宾们第一次见到大熊猫，兴奋的想要大叫，但怕吵到福宝，下意识的捂住了嘴巴。此时乐宝刚从房间里出来，来到小亭子上吃东西。乐宝坐在小亭子上，拿起了自己的胡萝卜。当嘉宾们一转头发现了福宝，随之所有人的目光便都被福宝吸引走了。嘉宾们连连和福宝拍合影。嘉宾来之前都对福宝一家有了解，对他们的节目观众讲解道，福宝是爱宝和乐宝的大女儿。嘉宾们表示福宝很适合来自己节目做客，因为福宝也是在吃播。这时身后的乐宝发来疑问，难道我吃就不是了吗？
福宝做着吃东西的样子，萌化了嘉宾们的心。下一秒，嘉宾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是江爷爷。此时，江爷爷正在给福宝拍每周的记录视频，两个节目碰撞，江爷爷和他们相互寒暄。江爷爷为其讲解道：“福宝现在手里吃的是大熊猫专属窝头，这是为大熊猫补充营养的，它是由谷物制作而成。”江爷爷还开玩笑道：“福宝的小亭子很大，你们可以坐在两边一起录节目。”而江爷爷还讲解了竹子是从哪儿运来的，当然并不是从我国空运过去的，而是从韩国庆南河东运去的。爷爷表示，对韩国来言，那边的竹子状况最好。嘉宾看到乐宝吃饭的样子和自己很像，表示自己有时吃着吃着也会像这样低着头睡觉。嘉宾问：“两个妹妹可以看吗？”江爷爷表示不可以，要妹妹们5、6个月会走路后来园区时才能看。不过江爷爷给嘉宾们看了自己拍摄的两姐妹的视频，最后江爷爷还和嘉宾们拍了合照。有小龙女睡麻绳，今有福宝睡树枝。福宝贵妃躺在纤细的树枝上，迷人的姿势迷倒一众男雄。一会儿，江爷爷也被福宝这优雅的姿势所吸引而来。江爷爷还给福宝来了个运镜，江爷爷的拍照水平越来越高了。此时，福宝换了个姿势，在小树上睡着了。于是，江爷爷给自己的手机放在了地上，记录一会儿福宝醒来时的样子。然后，江爷爷便去了福宝的小泳池里，为福宝泳池清理落叶。怪不得江爷爷的手机内存总是不够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江爷爷打扫完园区卫生后，拿起手机，紧接刚才的运镜来了个收尾，跟游客们说了声再见，便离开了。而福宝却一直在树上趴着，始终没有醒来。一会儿，福宝醒来，依旧没有想下来的意思，继续在树上折腾。而爷爷则担心福宝，在门口喊福宝下来回室内园区。福宝听到爷爷的呼喊，慢悠悠的开始从树上往下爬。下来后，福宝不慌不忙的坐在爷爷的门口。爷爷开门，让福宝稍等一会儿，自己去给福宝开门。福宝听爷爷的话，来到门口乖乖坐着，不吵不闹，一直等到爷爷将门打开。爱宝正宠溺的将辉宝搂在怀里睡觉，而瑞宝此时正自己在小床上玩耍。瑞宝看到江爷爷来了，爬到爷爷身边和爷爷玩耍。最近两只熊猫宝宝的腿部越来越有力量了，开始在自己的空间里爬来爬去，不会吃饱就睡觉了。江爷爷和瑞宝玩耍了一会儿，开始给瑞宝排便。给瑞宝排便时，瑞宝舒服的东倒西歪的。排便完，江爷爷开始喂瑞宝吃奶。吃奶时，瑞宝的小脚和小手不停的来回扭动，样子可爱爱的。瑞宝吃饭时要分好几次。江爷爷拿下奶瓶来让瑞宝休息了一会儿，给瑞宝擦了擦落在身上的奶水。瑞宝稍作休息，开始第二轮吃奶。爷爷表示，瑞宝吃饭要像妹妹辉宝一样，才能够长得白白胖胖的。爷爷给瑞宝喂完奶后，开始为瑞宝拍背，辅助其打嗝。忙完后，爷爷返回爱宝的房间。爱宝看到奶爸走来，特意过来和奶爸贴贴。爷爷表示，爱宝越来越乖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再来看爱宝，此时爱宝正坐在隔壁房间吃饭，而辉宝则还在另一个房间睡觉。爷爷趁爱宝在隔壁房间，将辉宝带到体重秤上，为辉宝测量体重6.78千克。辉宝新的一周体重又涨了。第三天，爷爷早上同样来到爱宝的房间，开始为辉宝和爱宝房间打扫卫生，以及再次进行测量。今天的辉宝体重突破7000克了。除此之外，今天还是辉宝和瑞宝互换生活的日子。爷爷抬着辉宝来到小床上，时隔多日不见，瑞宝和辉宝又有些陌生了。瑞宝看着突然来到自己小床上的辉宝，问其是来干嘛的。辉宝贴在姐姐脸上，表示我是你妹妹辉宝呀。瑞宝对自己刚才的行为表示抱歉。两个姐妹见面完，爷爷将瑞宝带到爱宝房间。现在瑞宝能够前腿支撑起自己，让自己坐着了。爷爷夸赞瑞宝越来越棒了。爷爷离开了一会儿，再次回到瑞宝房间时，瑞宝此时被妈妈吃的竹子覆盖了起来。爷爷给瑞宝将竹子清理走。瑞宝在房间里给爷爷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爬行能力，爷爷看到后激动坏了。第4天，爷爷打扫卫生时发现了地板上瑞宝的便便。瑞宝现在能够做到不用妈妈和爷爷的辅助便能完成排便了。爷爷表示，瑞宝又进入新的成长阶段。爷爷打扫完房间后，坐在地上鼓励瑞宝走路。瑞宝自己一点一点地走向爷爷。爷爷表示，瑞宝真棒。瑞宝也开心地露出了微笑。自从爷爷看到瑞宝这一表现后，爷爷总是有事儿没事儿的来陪瑞宝学走路。想必两只熊猫宝宝追着爷爷跑的日子指日可待了。前2天，福宝收到了宋爷爷为福宝准备的浪漫落叶。今天，宋爷爷来到乐宝的室外园区，将满满的2大袋落叶倒在了乐宝的园区。同样的，宋爷爷将其扫成了爱心的形状，浪漫感满满。宋爷爷将一块大胡萝卜中间插上竹子，
插在了落叶爱心的中间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，一眼便看到了落叶中间的胡萝卜。乐宝将胡萝卜从竹子上面摘了下来，拿着胡萝卜来到了小躺椅上。乐宝和福宝一样，都没有察觉到爷爷的浪漫。乐宝惬意地吃完手里的胡萝卜后，又从竹子堆里找出来一块窝头。乐宝拿过窝头，咬了一口，接着抬起头，享受着窝头的美味。乐宝爱宝的肤色和福宝有着鲜明的对比，两只大白熊培育出来一只小黄熊。这次乐宝吃完窝头后，没有低头回味窝头的美味，而是抬着头45度角仰望天空，这个姿势有一种忧郁男孩的样子。乐宝将胡萝卜和窝头吃完，拿起了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。吃东西时，乐宝的小耳朵一动一动的。乐宝和福宝一样，在吃东西时，如果听到奇怪的声音或别人在吵架，都会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看一会儿热闹。下午，乐宝下班，宋爷爷来到园区为乐宝收拾青团，手拿青团向游客们挥去，问有没有人要青团。姨姨们表示，宋宝再不长大，排名就要在瑞宝和辉宝后面了。宝正将头栽在通道门口，等待奶爸给自己开门。就在姨姨们猜测乐宝是不是睡着了时，乐宝回过头来向姨姨证明自己没有睡着。一会儿，姨姨的观看时间到了，重新去排队。等姨姨再次回来时，乐宝已经酣然入梦，而手上还握着3两根竹子，看样子刚才是吃着吃着困意便上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宋爷爷正在福宝园区。上一次福宝对爷爷的落叶爱心没提起兴趣，这次宋爷爷又想了个新办法。宋爷爷依旧和上一次一样，将收集的落叶在园区摆上了一个大大的爱心，然后拿来一根插有胡萝卜和窝头的竹子，将其插在了落叶中心的位置。之后，宋爷爷提前到达园区的上方，找了个最佳观看位置，拿出手机准备为福宝拍照记录。很快，通道门打开，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刚出门就看到了插满胡萝卜和窝头的竹子。福宝走上前，先是给上面的窝头咬了下来，不过只吃到一半，另一半掉到了落叶堆里。福宝吃完手里的这一半后，低头找寻。虽然福宝的视力不好，但是福宝的嗅觉可是很灵敏的。福宝从落叶堆里找到了自己的窝头，然后将其吃了个干净。窝头吃完后，紧接着福宝给插在爱心中间的竹子拔了出来，然后开心地吃着竹子上的胡萝卜。将竹子上的胡萝卜吃完后，福宝也没有久留，而是转身来到了小木床。爷爷还在小木床上为福宝放置了窝头。福宝在小木床上惬意地享受着爷爷给自己带来的食物。福宝吃差不多后，重返爷爷的落叶爱心，撅起屁股就在落叶爱心里铲了坨青团。爷爷的浪漫福宝还是没懂。一会儿，福宝回到了室内园区。宋爷爷来为福宝收拾竹子时，发现了福宝铲在落叶堆里的青团。宋爷爷感觉青团在里面，这样还蛮有艺术感的。宋爷爷还特意将青团周围的落叶清理开，露出福宝的青团。当然，宋爷爷只是让游客们拍了些照片，走之前便将青团收走了。现在辉宝不仅会走路，还会给自己翻跟头了。今天是瑞宝和辉宝再次互换生活的日子。宋爷爷先将小木床摆正，期待着将爷爷给辉宝送来。而准备送走的瑞宝，宋爷爷也早已准备好了。一会儿，将爷爷来到房间，宋爷爷接过辉宝，爷爷将2只熊猫宝宝放在一起。许久没见，2只熊猫宝宝甚是想念，相互和彼此进行着贴贴。2个姐妹彼此腻歪了一会儿，爷爷将其抱起，人手一只，谁也不会吃醋，为其进行着拍照合影。合影完，将爷爷一路护送着瑞宝来到了爱宝的房间。将瑞宝放到房间后，爷爷来到厨房，打算为爱宝准备点营养小零食。而爱宝这儿看到瑞宝来了，将瑞宝放在怀里，开始为其喂奶。母女俩玩耍了一会儿，将爷爷来到其身边，母女俩状态都很是不错。盛希阿姨看到后，脸上也洋溢出了开心的笑容。而宋爷爷这里为辉宝准备食物，接水到奶粉配置比例，再进行一下保温加热。完事儿后，先给辉宝拍了拍小屁股，让其先排一下便。宋爷爷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了，辉宝表示快赶上妈妈了。排便完，宋爷爷便开始为辉宝喂奶。辉宝这次吃奶时很听话，不吵不闹的。喂完奶后，便是为辉宝进行拍背，辅助其打嗝，最后便是送辉宝去入睡了。辉宝入睡后，爷爷来到房间看瑞宝。爷爷先是给瑞宝测量了一下身高，看看瑞宝最近长了没有。之后瑞宝便开始自己在房间慢慢学着走路。现在姐妹俩都能够做到缓慢爬行了，这表示离爱宝带熊猫宝宝一起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昨天万圣节，爷爷没有给福宝准备小礼物。爷爷打开通道门口后，福宝一屁股坐在门口，跟爷爷说不给糖就捣蛋，而爷爷则蹲坐在对面哄着福宝，表示今天多加一块窝头。福宝不同意，就是不往里走。福宝表示还得再加一块胡萝卜。
爷爷只好同意。福宝得到自己想要的回答后，这才走回室内园区。今天姨姨们都在外面过万圣节，而福宝则无聊地坐在树上晒着太阳，吹着风。福宝坐在树上，用小脚挠着小脚，可爱的模样简直要萌化姨姨们的心了。而来晚的姨姨，殊不知福宝已在树上待了快1上午了，就是不下来。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，想叫福宝下来。爷爷问福宝是不开心吗？福宝坐在树上不给爷爷回应。福宝越不理爷爷，爷爷越着急。爷爷在树底下徘徊着，福宝给爷爷拿捏得死死的。一会儿，爷爷打算先给福宝收拾一下竹子，等一下再过来。而福宝则始终坐在小树上一动不动，始终没有想要下来的意思。爷爷放下竹子后，再次返回园区，叫福宝下来。爷爷在树下拍摄着福宝不听话的样子，而福宝已经屏蔽了爷爷的声音，惬意地躺在树上晒着太阳。谁让爷爷没有给福宝准备万圣节礼物呢？爷爷转了一圈，看到福宝依旧是不想下来，爷爷再次离开。但爷爷又不放心福宝，爷爷第3次折返。爷爷蹲坐在福宝的通道门口，一边呼喊着福宝，一边给福宝拿手机记录着。爷爷蹲坐在门口半个小时，福宝的心终于动摇了。福宝也是心疼爷爷的。福宝缓缓从树上下来，打算和爷爷谈谈条件。福宝来到通道门口后，坐了下来，挡着通道门不让其关闭，跟爷爷要万圣节礼物。福宝听到爷爷答应给自己胡萝卜和窝头后，这才妥协，走回了室内园区。今天2个爷爷休息，由圣西阿姨来给福宝送竹子。1天的时间，落叶便已飘满福宝的园区。一会儿，圣西阿姨将福宝的竹子放置好离开，给福宝打开了通道门。通道门打开后，却迟迟不见福宝的踪影。圣西阿姨在通道门口劝说着福宝，福宝表示想让圣西阿姨留下来陪自己玩。福宝在栅栏上蹭来蹭去，想让圣西阿姨给自己按摩。圣西阿姨只好满足福宝要求。福宝满意的享受完后，才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出门后，还恋恋不舍地回头望向圣西阿姨，看到通道门已经关闭，福宝才收心，走向小木床。圣西阿姨在小木床上给福宝放置了一大块窝头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抬头惬意地咀嚼着窝头，享受着窝头的美味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根本吃不够。今天太阳光洒在福宝的脸上，福宝的脸成了白色。手里的窝头吃完后，福宝还不忘舔舐一下掉落在肚子上的窝头残渣。福宝舔着舔着，感觉到下巴被肚子蹭得痒痒的。福宝用自己的小手给自己挠着下巴，这人模人样的，别提多可爱了。福宝给自己挠完痒后，低头又在竹子堆里找寻了一阵，看了看还有没有小零食，没找到其他小零食，福宝拿起了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。虽然没有了小零食，但竹子福宝吃的也是挺开心的。等福宝吃完，老规矩撅起屁股，就在剩下的竹子里拉起了青团。等依依重新排队再回来时，福宝回到了室内，在室内的小树上睡起了觉。从福宝的睡姿看上去就知道福宝睡得很舒服。早上爷爷和姨姨来到福宝房间，为福宝做每日检查。福宝的眼神全落在了姨姨的身上，完全不管在旁边叨叨没完的宋爷爷，甚至全程都没看爷爷一眼。福宝表示还是姨姨温柔，会一次给自己喂完全部的小零食，不会像爷爷一样每次都要等半天。晚上爷爷来到了熊猫宝宝的房间，此时的辉宝正在小床上挪来挪去的不想睡觉，爷爷便来到辉宝的小床上和辉宝并排躺下。爷爷伸手抚拍着辉宝的身体，表示让辉宝快快睡觉。辉宝感觉到了温暖，凑到了爷爷身边，枕在了爷爷的身上，和爷爷贴贴。宋爷爷假装闭上眼睛，让其快快睡觉，但辉宝已经没有困意了。辉宝表示终于有了个陪自己玩的，自己才不要睡呢，在爷爷身边爬来爬去。晚上8点，爷爷开始为辉宝准备食物。爷爷先是给量杯进行消毒，然后再拿出奶粉和水进行冲泡。宋爷爷的操作越来越熟练，很快便冲泡完毕。之后，宋爷爷来到了辉宝的身边，爷爷先是给辉宝排便，辉宝享受着爷爷的手法，小表情透露出满满的享受。一会儿排便完，爷爷给辉宝擦了擦小嘴和小鼻子。排便完的辉宝感觉自己神清气爽的，宋爷爷将其放在自己身上，又擦拭了一遍小嘴和鼻子，然后便开始给辉宝喂奶。辉宝每次吃奶都很快，5分钟就能进食完毕。吃完奶，辉宝自己先打上嗝了，看样子很快辉宝便不再需要爷爷的辅助了。爷爷忙碌完，重新给辉宝放在了小木床上，让其玩耍。这时的小木床护栏快要阻挡不住辉宝了，感觉爷爷要是不注意，辉宝都能跑出来了。哄睡辉宝后，爷爷来到了瑞宝的房间，爷爷给瑞宝测量了一下体重。瑞宝坐在盒子里乖乖的，没有吵闹。瑞宝现在走路走得越来越棒了，每天能够行走的步数都在持续增加，而爷爷则在旁边默默地鼓励着瑞宝。虽然辉宝这的生活没有姐姐这里精彩，
但是咱吃的多呀，每天2次的投喂，体重已遥遥领先姐姐。喂完奶，爷爷和辉宝玩耍着，满满的幸福感。果不其然，爷爷表示，今天辉宝在自己不注意时偷跑出来3次，爷爷拿来竹筐给其挡在旁边。而此时的辉宝也耗尽了力气，不过爷爷夸赞辉宝干得很棒，因为这证明辉宝越来越有力气了。而辉宝与瑞宝不同的是，辉宝主要学习的是2脚走路，而瑞宝学习的是4脚走路，彼此都在自己的领域不断前进。而2只熊猫宝宝随着长大，真的越来越可爱了。果不其然，宋爷爷今天给福宝从隔壁小熊猫的枫叶树上收集了满满一袋的枫叶。虽然晚了些，但福宝今天玩得很嗨。早上，宋爷爷将一根插有窝头的竹子插在了枫叶爱心里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先是在枫叶爱心里打了个滚儿。小熊猫的枫叶就是香呀。福宝躺在上面一个滑落，跟坐滑滑梯一样滑了下来。枫叶上的气味让福宝很着迷。福宝爬起身，重新走回枫叶爱心里，然后在上面继续打滚。福宝的身上很快便沾满了各种落叶。由于枫叶在坡上比较滑，福宝又给自己滑了下来。福宝在落叶堆里打滚的样子，让姨姨们重回去年福宝玩雪的画面。福宝躺在落叶堆里，倚靠在木头上，用小脚丫给自己挠着痒。挠完痒，福宝一个后翻，给自己摆正。福宝趴在身前的木头上稍作休息了一会儿，福宝又重新恢复了精力，再一次爬回枫叶堆里，埋头狂蹭。福宝四仰八叉的躺在小坡上，刚想抱着头蹭，结果身体失衡，又给自己滚到了坡下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园区的上方，宋爷爷正记录着福宝这可爱的样子。福宝坐在地上向上看去，发现爷爷来了。福宝站起身，以为爷爷要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室内了。福宝来到门口站起身，表示自己准备好了。爷爷开门吧。福宝乖乖坐在门前等待爷爷的开门，但爷爷并不是这个意思，爷爷只是单纯想记录一下福宝可爱的一面。福宝坐在通道门前喘着粗气，看样子这次福宝是真玩累了。福宝坐在通道门口，抬头望向楼顶的爷爷，心想爷爷怎么还不给自己开门呀？宋爷爷拍摄了一会儿，看到福宝又理解错了自己的意思，只好从上面下来去给福宝开门。福宝心想快点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福宝等着等着，突然想拉青团了。福宝趴下身，翘起尾巴，就开始在落叶堆里铲青团。福宝铲完青团，通道门也刚好打开了，福宝便开心的回了家。宋爷爷正站在园区的上面，用手机记录福宝来到园区的样子。宋爷爷今天给福宝在园区里放置了许多的银杏叶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一眼便看到了这金灿灿的银杏叶。福宝对其拍了一巴掌，心想这是什么东西。等福宝再次回头时，福宝发现了爷爷插在中间的窝头。福宝到旁边坐了下来，伸手拿过窝头，坐在银杏叶堆里开始品尝了起来。一块窝头远远不够填饱福宝的小肚子。福宝从银杏叶堆里离开，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福宝来到小木床上，继续享受着美味的竹子。虽然窝头很美味，但福宝也不挑食，普通的竹子一样可以吃得很香。福宝手里的竹子一根接着一根，直到给自己的小肚子吃得隆起。然后福宝撅起小屁股，在剩下的竹子堆里铲起了青团。铲完青团后，福宝来到银杏落叶堆旁呆坐了一会儿。此时的福宝还没有发现银杏落叶堆的魅力。福宝转身来到了树上，站在树上不断的晃荡，看得姨姨们胆颤心惊的。而且马上就要立冬了，树上的落叶基本上都已经掉光了。这时小树看上去更纤细更危险了，但福宝作为当事人根本不在意。福宝表示自己在小树上和在陆地上没有什么区别，姨姨们不用担心。福宝话刚说完，便又爬到了更高的地方。高处玩完，福宝又爬到树枝上，想给眼前的这根树枝给折断。福宝在小树上颤颤悠悠的样子，让园区外观看的姨姨们惊呼连连，全都在担心福宝的安全。姨姨早上刚来到熊猫世界，就看到乐宝正对着游客们小便。乐宝这不拘小节的样子，妥妥硬了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乐宝小便完，直接回了室内园区，而姨姨也要去福宝那边洗洗眼睛了。此时福宝刚从室内出来，来到自己小亭子上准备吃饭了。福宝先拿过自己最爱吃的胡萝卜，开始了品尝。清甜可口的胡萝卜，福宝一吃一个不吱声，而且胡萝卜不会像窝头一样掉渣，吃起来既惬意又方便。等福宝吃完胡萝卜后，福宝又从竹子堆里找出来了一块大窝头。胡萝卜吃完，接着吃窝头。福宝享受着，抬起头，细嚼慢咽，仔细品尝着。福宝的幸福感全都洋溢在脸上。福宝吃完窝头，手拿一根竹子，另一只手吃着，细嚼慢咽的咀嚼着，真的要萌化姨姨们了。等手里的吃完后，福宝给背着的竹子拿到身前，重新挑选新的竹叶，
好的竹叶和坏的竹叶，福宝一闻便能闻出来。福宝将好的竹叶放进嘴里，坏的竹叶进行剔除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园区姨姨来给乐宝打扫卫生了。而园区里还有宋爷爷之前给乐宝设计的银杏叶爱心以及乐宝的名字。一会儿，姨姨重新去排队回来，福宝已经来到小树上睡觉了。福宝给自己挂在树上，看上去睡得很香。姨姨看了福宝5分钟睡觉的样子之后，再次重新排队。等姨姨又一次回来时，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，不过一样是在树上休息。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，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，差点还给自己摔一跤。一会儿爷爷打扫完，扛着竹子离开，顺便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而福宝看到通道门打开后，也从树上下来了。因韩国下着雨，仍有许多姨姨来看福宝，喜欢福宝的热情是天气不能阻挡的。姨姨来到园区时已是10点了，这个时间段不巧是福宝和乐宝的睡觉时间。乐宝此时正在做睡前运动，给自己挠着痒，小肚子挠完后又给自己小脸挠了挠。而福宝这里正给自己挂在树上头朝下的姿势睡觉。姨姨一回头，乐宝此时也变成了同样的姿势，真不愧是父女俩。一会儿，福宝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这一下更像了。就这样，姨姨反反复复排队，但只看到了福宝和乐宝睡觉时的样子。不过每一次回来时，福宝和乐宝的睡觉姿势都会发生变化。就在姨姨打算再次重新排队时，福宝这时给自己换了个姿势。姨姨以为福宝要醒来了，福宝在树上给自己舒展着懒腰，然后给自己换了个姿势继续睡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天和睡觉很配，父女俩睡了一上午。不过姨姨看到福宝这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表示替福宝感到开心，而乐宝这的睡觉姿势则是越加不羁。宋爷爷正拿着满满一大袋的银杏叶为福宝的园区进行装饰。只见宋爷爷不断从塑料袋里往外拿银杏叶，然后在福宝园区里进行铺洒。经过宋爷爷一阵忙碌，总算是完工了。宋爷爷站到一旁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，找到不完美的地方后，宋爷爷拿着银杏叶继续对其做填补。之后，宋爷爷又拿来了大铲子，将飘落在地的树叶堆铲到了福宝的小亭子上。爷爷猜想一会儿福宝肯定会玩得很开心。宋爷爷将铲子放回，再次折返。这次宋爷爷拿来手机，对着自己的艺术品进行拍照留念。而最后爷爷的作品呈现是这样子的：一个被银杏叶包裹的爱心，在旁边还有着福宝的首字拼音。没一会儿，宋爷爷第3次折返。宋爷爷拿来窝头，将其插在竹子上，然后放置在心形落叶中间，这便是宋爷爷的完美作品了。宋爷爷离开去给福宝开门，很快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一眼便看出了爷爷的小心思，福宝小心翼翼地绕过爱心，示意自己收到爷爷的浪漫了。福宝从爱心的中心位置走进去，走到插有窝头的竹子前坐了下来。福宝伸手将窝头拉到身边，浅浅闻了一下，便迫不及待地将其拿过来咀嚼了起来。这大窝头，福宝一吃一个不吱声。福宝将窝头仔细地品尝完，身前的竹子福宝也没浪费。福宝将其拿到身边，放了满满一嘴的竹叶，然后躺了下来，舒服且享受地吃着手里的竹子。吃完竹子，福宝来到自己的小木床上。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还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看落叶爱心，但当发现竹子堆里还有另一块窝头时，这个不舍便也很快消失了。福宝坐在小木床上，乖乖地享受着窝头，咬一口便接着抬头，是福宝吃窝头的习惯。但有时候咬到嘴里后，会发现咬得有点大，嚼不动。虽然手上的窝头还有很多，但吃的过程中，福宝也不忘舔舐一下掉在小肚子上的窝头残渣。福宝吃着吃着，来到了爱心落叶上。肚子吃饱后，福宝来到了下面的小亭子上。福宝看着眼前堆满床的落叶，没有过多停留，抱着树干便来到了树上。而宋爷爷这时走了进来，为福宝修复落叶爱心以及收拾竹子。而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立马转身从树上下来。福宝还小心翼翼的，害怕爷爷发现，因为每次福宝去找爷爷，爷爷就会立马离开。这次也一样，虽然福宝的动作很小，但还是被爷爷发现了。爷爷立马离开，不过爷爷给福宝把门打开了，让福宝回了室内。与此同时，乐宝园区也收到了爷爷的爱心落叶，虽然没有福宝的大，但乐宝表示这样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啦。昨天2只熊猫宝宝和爱宝生活在一起了。看这满目狼藉的房间，辉宝和瑞宝这是给爱宝铲的青团全压碎了。此时辉宝正趴在一旁思考熊生，瑞宝则开始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爱宝去哪，瑞宝就跟去哪。爱宝表示看不过来，根本看不过来。一会儿，爱宝给辉宝抱起来舔屁股，而瑞宝则在一旁走来走去。舔完屁股，辉宝趴在妈妈怀里吃起了奶。
而瑞宝则趁妈妈不注意，自己爬去了隔壁的房间。现在瑞宝的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而辉宝则乖乖地趴在妈妈身边。瑞宝在隔壁房间环视了一圈，瑞宝腿上的力气，相信现在去室外活动一样不受影响。一会儿，江爷爷来到房间，开始为2只熊猫宝宝打扫卫生。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好奇地走到爷爷身边，问爷爷干嘛呢？来陪自己玩。爷爷将辉宝抱回去，辉宝又慢慢爬了过来，感觉江爷爷马上就要忙不过来了。爷爷打扫完卫生，瑞宝和辉宝在房间自己玩耍，而爱宝也终于可以清静一下了。爱宝在旁边进食着，俩姐妹则相互打闹玩耍着，不像福宝小时候，妈妈吃饭时总是自己玩耍。辉宝爬起来给姐姐压到了身下，甚至还咬姐姐的小肚子，这画面像是之前福宝咬妈妈头一样。而现在2只熊猫宝宝都在身边后，爱宝睡觉也成了件麻烦事儿。每次爱宝要睡着时，总会有1只熊猫宝宝醒来，这让爱宝很难安静入睡。当爱宝给熊猫宝宝揽进怀里时，2只熊猫宝宝直接叠在了一起。爱宝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带双胞胎，多少有点经验不足，你俩就委屈委屈吧。瑞宝和辉宝在这出生第120天，迎来了一起生活的日子。辉宝爬到瑞宝屁股后面，想去咬瑞宝的尾巴，瑞宝则给自己躲闪着，但灵活性受限，一个躲避不及时就被辉宝咬住了。瑞宝赶紧站起身反抗辉宝，打算让辉宝知道谁才是大姐。瑞宝给辉宝挤在角落，问其服不服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玩累了，短暂休战，而辉宝则在此期间悄悄走到瑞宝身前，偷袭瑞宝，但偷袭没成功，还给自己摔了一跤。瑞宝为了配合妹妹，自己给自己也摔了一跤。一会儿，俩姐妹玩累了，趴在地上睡了起来，而爱宝此时还在隔壁吃竹子。等爱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熊猫宝宝的房间，从2个里面挑一个当抱枕，枕在上面睡觉。等爱宝睡着后，爷爷离开，回到办公室休息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熊猫宝宝醒了，又在角落开始了打闹。俩熊真是一刻也不停歇。瑞宝用脚给自己挠痒，结果全挠在了辉宝的头上。等辉宝和瑞宝玩累了，爷爷来到房间看姐妹俩。爷爷发现了这有爱的一幕，瑞宝和辉宝正头顶着头睡觉，画面既温馨又可爱。此时，瑞宝正在房间里练习着走路，但瑞宝和爱宝殊不知，自己马上要迎来一个重要的日子。今天是熊猫宝宝出生的第120天，按计划，今天2只熊猫宝宝将和妈妈开始一起生活。爷爷看完瑞宝和爱宝后，回到办公室，爷爷先是给辉宝进行了一下排便，排便完，将爷爷用纸巾给辉宝小屁股进行擦拭。完事儿后，爷爷开始给辉宝喂奶，辉宝大口大口的吮吸着，一口气将奶瓶里面的奶喝了个精光。一会儿，爷爷又来到了瑞宝的房间，和瑞宝玩耍了一会儿。爷爷引诱着瑞宝，想让瑞宝多走点路。瑞宝走到爷爷的手前闻了闻，感觉有妈妈的气味，伸舌头想舔一下。爷爷在瑞宝身边，就像是在抚养一个人类小孩一样。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，来到瑞宝身边，看到瑞宝要去打扰奶爸，伸手给瑞宝拉了回来，让其老实一点，别去打扰奶爸。瑞宝在爱宝身下的样子可爱极了。一会儿，爱宝趴下休息，而爷爷则继续和瑞宝玩耍。一时不知是爷爷在陪瑞宝，还是瑞宝在陪爷爷。果然，爱是相互的。而辉宝这里正在尝试越狱，只见辉宝用力的给自己往外蹬，最后一头扎进了爷爷提前放好的竹筐里。小床限制了辉宝的发挥。一会儿，爷爷给瑞宝带到辉宝身边，先是让其再次熟悉了一下彼此，因为马上俩姐妹将开始一起生活。辉宝跟瑞宝进行了友好的问候，俩姐妹见面完便一起来到了爱宝的身边，开始全新的大熊猫生活。2个姐妹像是打过了之前的游戏关卡，开启了新的游戏副本。